欢迎来到 Miki 频道，台湾男子台湾面线的频道。今天想介绍的是海龙面线，它在台中。听到这个名字觉得好酷哦，以为是有海鲜类的面线，结果发现原来是台湾国军特战队的名号啊，很酷哦。老板一眼看过去就给人的印象超精实的。好，那我在这边点了综合面线，它是中等偏浓的勾芡，有香菜、油葱的气息，还有醋的味道。额外的部分蛮让我意外的，很大颗，没有裹粉，鲜度尚可。大肠的部分呢很有嚼劲，它的油脂跟弹性呢满满的，猪味中等，它里面还有鸡肉，这没有调味的感觉，嫩度还 OK， 感觉啊是很好的蛋白质补充来源哦。旁边还有醋跟沙茶，还有辣椒可以再自行添加。它的辣椒不是一般的辣椒哦，带有花椒的气息。整碗料呢给的实在不少啊，果然很 man 哦。下面又进入了杂谈的时间。今天想介绍的是一个读书心得分享，这本书叫做《人类预测大历史》，一本探讨预测的书啦。这本书的作者是这位作者说啊，我们人类会预测，但是细菌会吗？还是那一团蛋白质只是因为外界的刺激产生了一些反应呢？巫医也会预测，那个时代会有人把预测当成终身职业哦。其实我觉得投资也是一种预测诶。这本书里面讲了各种形式的预测啦，那也有人用梦来预测未来啊。梦的题材的影片我之后会再跟大家分享。有人相信睡眠的状态啊，蛮接近死亡的，是灵魂中啊神性的代表跟彰显。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灵魂是不受躯体限制的嘛，那它可能脱离了肉体的禁锢，可以尽情的探索世界。当然，这是一种说法啦。在世界的某个时期啊，解梦这个行业是非常兴隆的。有些人会相信可以从梦里面得到神启哦，得到某些指示或者是一些预兆。不过，其实不是所有人都相信预兆诶，因为像罗马帝国的圣奥古丁，他说到预兆，这种东西呢没有重要性，它完全是来自观察者心中的设想。确实是这样子啊，我觉得你看到的预兆只是反映你想的东西，反映了你的猜测。他这样讲的啦，就像我之前看了一个电影，我忘记是哪一部了，它里面讲了一个金句让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就是那时候有一群人在进行推理，然后有一个女生说啊，你们所有的推理内容都只是根据自身的经验在说话，其实就是你对他人的猜想是反射了、映射了、反映自己的一个状态。有些人会用算命来预测未来，然后占卜师啊，这种算命师这些行业到现今的社会还是有它的受众，原因就是很多人都是迷惘的嘛。但是柏拉图说咯，算命不是人的智慧，而是愚昧啊。其实那些算命师很多都是用冷读术啦，我知道的是这样子，用猜测、揣测你的行为。不过我们不能说所有算命师都是假的嘛，因为也有可能是有些真的啊，说不定他们具有一些什么神秘的、难以解释的神通之力，只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大部分、大多数啊，我觉得都是假的啦。但也不是说他们全部都没用，因为毕竟有些人就是需要从这些算命师身上得到一些心灵的慰藉嘛，否则这个行业也没办法持续到今天咯。在这本书里面的第11章有提到模式到循环，他探讨了物极必反。他说帝国如果过度扩张的话呢，是不是会造成衰亡呢？像是古罗马帝国啊、大英帝国啊、蒙古帝国啊，各种帝国，那他们到最后都衰亡了嘛。那如今的美国呢，被他敌国称为美帝国的美国啊，也经常被唱衰说太强大啦，一定会灭亡啊。但是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是绝对啦。如果以投资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情的话，其实物极还没有到反，说不定就灭亡咯。我们自己就先阵亡了，毕竟高还有更高啊，低还有更低，永远猜不到啊。书中还有提到景气循环，
其实放在现今的社会啊，我们说航运啊，然后面板啊，这些都是属于景气循环股嘛。不过问题是，真的有景气循环这种事情存在吗？还是我们刻意赋予意义跟说法呢？我不是说没有循环这种事情啦，不过真的就是市场上那些分析师的说法，让我就感觉实在是哪里怪怪的。比如说，他说哦，因为是景气循环股的关系啦，所以它就会跌了这一段，之后会再涨那一段，就几年几年一个循环咯。然后其实啊，我发现它如果没有真的跌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就开始涨了，又变成另外一个故事了。他们就会说，哦，现在的景气循环股又变短啦，循环变短，就真的是看图说故事的感觉啦。所以我觉得其实只要时间拉得够长，或是看得够短，不管什么股票，你都可以说成它是景气循环股。假设它如果涨破了它的循环区间，就会变成说，哦，它体质不一样啦。反正这些分析师怎么说都可以说得通啦。其实反过来想，就是怎样都说不通嘛，只是想做出解释让自己安心啦。其实这就是人类的一个惯性吧。这本书的作者还说到哦，人类从有历史以来就不断在做预测，但这个问题是我们没办法把不知道的事情纳入考量，所以结果永远不会准确。而且啊，人类其实很难客观啦，人类还经常犯错。作者说，想法是记忆的产物，不论记忆是正确与否，同时也跟我们的情绪混杂一气。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说呢，想法其实也是情绪的产物啊。就我们脑袋里面这一锅大杂烩啊，一部分又受到当下的环境所影响，因此客观性是不可能的。就算我们想透过电脑来减少人为的干预啊，利用演算法来做决策，其实那些演算法也反映了我们自己的心灵，因为是我们投喂的资料嘛。我们在它的模型里面设定一些权重，很多事情在演算法里面是很难量化的啦。因此不管怎么样说啊，我们都非常难以客观。再加上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啊，观察者效应，就是观察会造成被观察者的变化，对象如果越小的话呢，这个变化就越大。这会让我想到光子的双缝干涉实验，只要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呢，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客观的结果，更何况还有混沌理论作祟啊，也就是任何小变动跟环境的细小影响呢，都会造成不可测的连锁反应，让结果变得不可预测。白话一点来说的话，就是蝴蝶效应也在其中啦。看到这里真的非常悲观哦。其实我觉得我读书有个小技巧，就是不要完全相信作者啦，你还是要有一些反思的空间。我看到蛮多人读书都觉得书里面全部都对的，真是不太健康。其实书里面很多营养你也不能全盘接受啊。这本书对于预测的种种悲观之处呢，我是觉得啦，你只能相信啊。就在上一本书，我看了一本叫做《AI 制造商没说的秘密》，那本书的作者他看到马克思自信满满的相信自己的火箭一定会飞上天，就让旁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我其实蛮认同大部分的创业者真的是强大的乐观主义者啊。如果你太悲观，知道一切都难以预测的话，你恐怕也没办法踏出任何一步吧。外面这疯狂的狂风暴雨啊，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会不会被录进去这个雨声。我赶快把这个故事讲完。哇，还打雷啊！我的心得继续讲。接着作者在书的后半部说到了，虽然有这么多的不可预测之事啊，就测不准啊，徒劳啊，但是人类的预测能力还是有所进步的啦。在少数的领域，像是气象跟医疗，不过股市还是难以预测的啦。虽然我们有一些程式交易，但是没有证据去证明说这个程式交易呢会比专家做得更好。其实市场上90%的人还是在股市里面瞎投资啦。作者说，虽然我们有像是巴菲特这样的人物，不过这不能拿来当做反证的，因为毕竟巴菲特他只是亿万人中的一个而已啊。不过我知道还是有人在投资里面赚大钱啊，其实这真的有点零和游戏的感觉。
就在股市里面的白痴越多，少部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高手就有办法赚得更多了，因为他们就是靠这些傻瓜来赚钱嘛。我们还是尽可能不要当成傻瓜啦，我们不要成为这些傻瓜啦。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说，反过来讲，说不定还有点意思哦。我们来假设，如果世界上没有不确定性存在会怎样呢？他想探讨一下。他发现人类在这种情况之下，人类只要询问未来的问题呢，他一提出来就会被解答了，因为一切都会变得超级有强烈的因果关系，任何宇宙分子的振动都被掌握了。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电影了。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真的就变成一部电影咯。从开头就已经有过程跟结局，一切都注定了，这有点像宿命论的感觉啦。作者的说法是我们就像虫子在琥珀里面被冻结一样，再也没有神秘的未知，没有期待的兴奋，也没有意外的挑战咯，就连想象力也没有啦。过去跟未来也不会再存在了，我们只会剩下永恒的现在。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伍迪·艾伦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想逗上帝笑吗？告诉他你的未来计划吧。好了，我就把书讲完啦。这些是我的新的笔记啦，因为加入蛮多我的理解跟看法啦，所以不能完全代表这部作品，说不定还有一些误解或者是没有完全表达正确的地方，所以建议呢，大家有兴趣一定要去看原作哦。那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欢迎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外面真的是狂下雨啊！